黄鼠狼究竟有多可怕？它真的可以操纵人类的心智吗？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自古就将黄鼠狼称之为黄大仙的说法。传说黄鼠狼能够附到人的身上，操纵人的心智，使其产生精神错乱、举止异常，做出各种让人头皮发麻的举动，非常可怕。这个传说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黄鼠狼的确具有迷幻大脑的能力。更可怕的是，在野外其实还有很多比黄鼠狼更加可怕的诱客动物，黄鼠狼在它们面前只能当小弟。你如果在野外遇到它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诱客动物虽然体型不大，但却格外凶猛，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遭到它们的攻击，非常危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赞支持一下，谢谢。第8个，黄鼬。黄鼬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鼠狼，在一些农村地区，它也被人们称之为黄大仙。这是一种体型中等的诱客动物，原产于亚洲地区，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几乎都有分布。一只成年黄鼠狼的体长最长可达40厘米，体重也就在2斤左右。它的整体体型并不算太大，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动物，在一些地方却被人们供奉为黄大仙。其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黄鼠狼身上所携带的致幻剂。在黄鼠狼的肛门两旁长有一对黄豆形状的臭腺，它的这个臭腺可以向外分泌一种气味非常刺鼻的液体，这种液体具有致幻的能力，一旦沾到人类或者其他动物的头上，就会引起中毒。中毒者通常会出现头晕目眩、恶心、呕吐，严重的甚至还会出现幻觉，导致精神系统紊乱。早些年在农村地区，一些中了黄皮子毒的人有时候会出现手舞足蹈的症状，外加上之前的人学识有限，所以只能将这种症状推向鬼神之说，之后便越传越离谱，越传越可怕，逐渐的黄鼠狼就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黄大仙。实际上黄鼠狼非但不是什么恐怖的鬼魅生物，它还是一种对生态环境非常有益的动物。你知道吗？黄鼠狼在野外主要靠捕食各种鼠类为食，一只黄鼠狼1年之内就可以吃掉1500到3200只老鼠，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为人类保护了数吨的粮食。第7个，黄喉貂。这是原产于东亚地区的一种诱客动物，它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有分布。黄喉貂也叫蜜狗以及黄腰狐狸，它的体型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性情却格外的凶狠。一只成年黄喉貂的体长最长可达6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6斤以上。它的四肢强壮有力，脚上还长有非常锋利的爪子，攻击力非常强悍。它属于典型的食肉野兽，在野外无论是小型哺乳动物，还是各种毒蛇，甚至一些比它们自身体型大很多的有蹄类动物，都是黄喉貂的猎杀对象。有时候找不到猎物时，它们也会闯进人类的地盘，捕杀家畜。更可怕的是，这个小家伙如果10几只聚集起来，敢于攻击一个手无寸铁的成年男子，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会吃人。另外就是在我们国家，这种黄喉貂是野生大熊猫幼崽的主要威胁之一。在秦岭地区，自从野生的华南虎和各种豺狼虎豹的数量骤减之后，这种黄喉貂就成为了当地的掠食性杀手。在野外，野生的大熊猫幼崽一旦遇到黄喉貂，那基本上就凶多吉少了。所以别看这个家伙体型不大，它们的凶猛程度其实一点也不亚于一些大型野兽。如果在野外遇到，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被它可爱的外表迷惑了，因为黄喉貂对人类和猎犬以及其他动物几乎没有恐惧，一旦被激怒，后果相当可怕。第6个，鱼雕。这是一种分布在北美地区的诱客动物，它的体长可达 1.2 米，体重最重接近20斤。这个家伙的外观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可怕，但实际上性情却格外凶猛。在野外，即便是许多大型猫科动物都不敢轻易招惹的豪猪，鱼雕也不放在眼里。它是少数的可以捕杀豪猪的动物之一。鱼雕是一种非常灵敏的猎手，在捕猎豪猪时，它会利用敏捷的身躯进行走位，实现挑逗豪猪的目的。瞅准机会之后，就会一击将豪猪掀翻，然后对豪猪的腹部进行开肠破肚，相当残忍。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各种中小型动物为食，它的战斗技巧非常强悍，有时候即便是凶猛的加拿大猞猁也会沦为鱼雕的盆中餐。这种情况虽然并不多见，但据研究表明，鱼雕的确有能力战胜猞猁，毫无疑问，它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凶猛的野兽。第5个，猪獾。眼前这个长着猪鼻子的动物就是猪獾，它虽然名叫猪獾，但并不是猪，而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诱客动物。猪獾的体型很大，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0斤。这个物种原产于东南亚地区，多数都活动在一些热带常绿森林和草原上。它是一种杂食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鼠类、昆虫以及植物的根茎为食。
它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当受到威胁时，它会发出类似于猪一样的吼叫声，同时还能够将自己的前半身挺立起来，猛冲上去对敌人进行撕咬。一旦被它咬住，如果不咬掉一块肉，朱欢轻易不会松口，相当难缠。另外，朱欢是一种夜行性动物，每当夜幕降临，它们就会四处游走寻找食物。到了白天，一般都会钻进巢穴休息。它是一种穴居生物，它的洞穴一般都设立在一些路旁、田埂以及山势陡峭的土坡上。它的挖洞能力很强，朱欢的洞穴通常都很大，长度从5米到10米不等，并且它的洞穴一般都四通八达，分为好几个出口。当一个出口被毁坏或者有危险，它们就可以快速的利用另一个出口逃生，相当聪明。另外就是在野外碰到这种生物，千万不要盲目的招惹它。虽然它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一旦被激怒，那么很有可能会遭到它猛烈的攻击。多数人如果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它。第4个，美洲獾。眼前的这个长相潦草的家伙就是美洲獾，它的脸部上方有一条明显的白色条纹，看上去非常狰狞恐怖。正如它的外表一样，美洲獾也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幼科动物。这个家伙仅生活在北美地区，通常都活动在一些开阔草原上，极少会进入森林里。它的体长可达7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30斤。与猪獾一样，它也是一种穴居动物，在野外主要靠捕食各种鼠类为食。即便是遇到美洲狮这种更强大的对手，美洲獾也可以凭借强健的四肢和锋利的爪子挖洞逃生。如果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它还可以像臭鼬那样喷出刺鼻的尿液去驱赶敌人。总之就是美洲獾这种生物对抗敌害的能力很强。除此之外，它还是各种蛇类的天敌，即便是带有剧毒的毒蛇，对美洲獾来说也不在话下。它可以将毒蛇的头部去除，然后只吃没有毒的身体，相当聪明。第3个，巨型水獭。这种生物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雨林，它是南美洲的特有物种，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水流缓慢的河流以及湖泊里。它是世界上第2大幼科动物，成年后的体长最长可达 1.8 米，体重可达60斤以上。它是一种水陆两栖的哺乳动物，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水里活动。巨型水獭是南美洲的顶级捕食者，它的肌肉发达，战斗力强悍，超强的游泳能力和出色的狩猎技术，使其成为了河流中的顶级杀手。另外，它还是群居性动物，一群的数量通常为5到9只。它与狼群一样，会通过合作狩猎，在水里它们几乎可以攻击任何水生物，包括森蚺和小型鳄鱼在内，都是巨型水獭的猎杀对象。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作水中群狼，非常凶猛。第2个，蜜獾。蜜獾也就是平头哥，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誉为是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这个家伙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它几乎敢于攻击任何生物，即便是非洲狮这种凶猛的野兽，蜜獾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虽然它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干掉非洲狮，但它却有超强的勇气去跟非洲狮对抗。这份勇气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不具备的。其实无论是非洲狮还是带有剧毒的黑曼巴蛇，蜜獾的眼里都会一视同仁，它们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生物，所以在野外遇到千万不要招惹它。这个家伙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其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眼睛结构。蜜獾的眼睛结构类似于凹透镜，它们眼里看到的任何物体都要比实际小得多。也就是说，在蜜獾的眼里，狮子的体型可能就跟小猫小狗一样，对蜜獾起不到任何的震慑作用，因此它才敢肆无忌惮地攻击任何生物。除此之外，蜜獾独特的身体构造也赋予了它超强的防御能力。它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对蛇毒免疫的动物。即便是黑曼巴蛇这种剧毒毒蛇，在蜜獾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一根辣条而已。要知道，在非洲大陆，毒蛇是很多大型野生动物的噩梦，包括我们人类。即便是狮子这种猛兽都不敢轻易的招惹毒蛇，而蜜獾这种生物却成为了毒蛇的天敌，非常牛。第1个，雕熊。雕熊也叫狼獾，它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幼科动物。它的体长可达1米，体重最重可达60斤以上。由于它的外形看上去与棕熊非常接近，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之为雕熊。雕熊其实并不是熊，它也是一种幼科动物。这个家伙性情凶猛，战斗力强悍，捕猎的手段也极其出色。它主要都分布在北半球的针叶林和高山冻原地带，在我们国家的大兴安岭北部和内蒙古以及新疆地区都有分布。狼獾是所有幼科动物里最强悍的捕食者，在野外它可以捕杀比自己体型大10几倍的猎物。即便是驯鹿这样的大型兽类，狼獾也可以凭一己之力将其拿下。它是雪地里的顶级猎手，无论是体型巨大的食草动物，还是凶猛恶毒的猞猁，包括郊狼在内的食肉野兽，狼獾都有能力将其猎杀。它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厚厚的皮毛，无论在攻击力还是防御力上，狼獾的战斗力几乎都达到了顶级。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它的体型与狮子老虎一样，那么它很有可能会成为食肉动物界的扛把子。
然而可惜的是，这么强悍的一个物种，它的寿命却很短。野生狼獾的寿命大约仅有5年左右，只有在圈养的条件下才可以达到10年以上。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动物是什么吗？你见过体重超过10吨的四脚兽吗？一提起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象。其实除了大象，陆地上还生活着很多种体型非常巨大的野兽。由于这些个巨型野兽多数都生活在远离人类栖息地的野外，所以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难度会相当的大。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陆地上的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印度野牛。印度野牛也叫白枝野牛，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牛科动物。一头成年印度野牛的体重最重可达 1.5 吨，体长最长可达 3.3 米，肩高可达 2.2 米。这种野牛主要都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热带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远离人类居住地的原始阔叶林里，在我们国家的云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如果你在野外有幸遇到了这个大家伙，请千万要保持警惕，因为印度野牛是野兽，并不是家养的牲畜。它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并且在野外不惧怕任何动物，即便是凶猛的孟加拉虎，也不敢轻易的招惹一只成年的印度野牛。印度野牛浑身长满了肌肉，它的四肢强壮有力，一脚踢出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以上。它的头部还长有一对长达1米的尖锐牛角，在发起攻击时，它可以利用锋利的牛角将敌人刺伤。另外，这个大家伙还是一种群居动物，一旦有一头野牛遭到攻击，就会引来一大群印度野牛前来支援。这也正是孟加拉虎不敢轻易攻击印度野牛的原因之一。在野外除了人类之外，它们几乎没有天敌。第9个，长颈鹿。长颈鹿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陆生动物。这种动物原产于非洲，主要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稀树草原上。长颈鹿共分为9个亚种，不同亚种之间的体型外貌都会有所差异。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就是马赛亚种。马赛长颈鹿也叫乞力马扎罗长颈鹿，它原产于东非。这种长颈鹿的身高最高可达 5.5 米，体重最重接近2吨。它们的幼崽刚一出生就有 1.8 米的身高，出生后20分钟就能够站立，几个小时过后就可以奔跑。但即便是这样，绝大多数的长颈鹿幼崽也很难活到成年。你知道吗？长颈鹿幼崽的存活率很低，由于生活在野兽横行的非洲大陆，它们的幼崽经常会遭到狮子以及豹子这些野兽的攻击。据估计，每年只有大约1/4的长颈鹿幼崽能存活至成年，绝大多数幼崽都逃脱不了被捕杀的命运。不过它们一旦顺利长大，存活率就会高得多。第8个，爪哇犀牛。它是世界上现存最稀有的犀牛，目前只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数量估计仅为70多头。爪哇犀牛是一种独角犀牛，它们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潮湿的森林以及沼泽地。这种犀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5 米，体重最重可达 2.3 吨。与大多数的犀牛一样，爪哇犀的身上也披着一层看上去类似于盔甲一样的厚皮。雄性爪哇犀的头部长有一个长度约为20厘米的犀牛角，雌性则没有。由于它的这个角是所有犀牛里最小的，因此它也被称为小独角犀。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个家伙虽然体型很大，但是胆子却很小，稍微有些风吹草动，爪哇犀便会转身就跑。即便是迫不得已需要防御时，它们也不会将自己的牛角当作攻击武器，而是利用嘴里的獠牙去啃咬敌人。再有就是这种犀牛在清朝时期也生活在我们国家，后来只因一句犀牛角可入药，它们便遭到了大批偷猎者的捕杀。到了1922年，在我国境内的最后一头爪哇犀牛被杀死，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在中国见到过野生的犀牛。第7个，黑犀牛。黑犀牛也叫钩唇犀牛，这是原产于非洲东部和南部的一种双角犀牛。黑犀牛的鼻子上方长有2只实心的犀牛角，前面的犀牛角长度可达 1.4 米，后面短一点的犀牛角最长可达半米。这2只犀牛角就是它最主要的攻击武器。黑犀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75 米，肩高为 1.8 米，体重最重可达 2.8 吨。这个大家伙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他们一旦感觉到威胁，就会立即面向敌人，然后拖动着他那2吨多重的身体，以最快每小时55公里的速度冲向敌人，然后利用头部那尖锐的犀牛角狠狠地刺向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人或动物。有时候即便是一动不动的树，也有可能会遭到黑犀牛的攻击。这个家伙在野外除了人类之外几乎没有天敌，最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生命的动物其实是他们自己。由于大多数黑犀牛的脾气都不太好，所以它们同类之间经常会发生同类互殴的现象，而且它们的致命战斗发生率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高的。
据估计，大约 50% 的雄性黑犀牛和 30% 的雌性黑犀牛都是因同类之间的打斗才死亡的，非常凶猛。第6个，河马。河马一直是被人类低估的一种大型野兽。你知道吗？河马不仅体型庞大，它还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这个家伙的危险程度其实比狮子还要高。河马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热带地区的一种半水生哺乳动物，它的体型巨大，杀伤力极强。一头成年河马的体长最长可达5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以上。它还长有所有陆地动物中最大的嘴巴。河马的嘴巴张开可达90度，它的嘴里长有粗壮的獠牙，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500多斤。无论是可怕的鳄鱼还是凶猛的狮子，在河马的面前都不足为惧。再有就是它们看上去虽然比较笨重，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在陆地上，它的奔跑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这个家伙的领地意识极强，一旦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它，河马就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在非洲地区，每年单是死于河马攻击的人数就高达500多人，而狮子每年造成的致命性伤害也仅为200多人。由此可见，河马的确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动物。第5个，印度犀牛。印度犀牛也叫大独角犀牛，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独角蜥。这种犀牛原产于印度次大陆，主要都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以及孟加拉国。它的体长可达 4.2 米，体重最重可达4吨，肩高最高可达 1.86 米。这个大家伙的皮肤又厚又黑，看上去就像是披着一层厚厚的铠甲一样，给人的感觉非常威猛霸气。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的皮肤褶皱之间实际上非常娇嫩，特别容易受到蚊虫以及一些寄生虫的叮咬。为了防止遭到叮咬，印度犀牛经常会利用泥潭里的泥裹满自己的皮肤，以此去达到驱虫的效果。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驱除寄生虫，还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这种犀牛通常都是单独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另外，它的性情也非常暴躁，它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并且会主动攻击一切生物。有时候即便是比它体型还要大的大象，印度犀牛也敢对其发起攻击，非常野蛮。第4个，白犀牛。白犀牛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一种犀牛，它是现存的5种犀牛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这种犀牛的体长可达4米，体重最重可达4吨以上。它的头部长有2个犀牛角，前端的那个角最长可达 1.6 米。这种犀牛主要都生活在非洲的南部和东北部，通常都栖息在一些丛林、草原以及平原地区。在非洲，白犀牛共分为2个亚种，一个是南部白犀牛，一个则是北部白犀。而这个北部白犀牛到了今天为止，在全世界仅剩下2头，并且都是雌性。这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物种可能会从世界上彻底灭绝。导致北部白犀牛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就是偷猎。由于犀牛角在全世界的价格都非常高昂，因此就会吸引来大批的偷猎者对白犀牛进行猎杀。到了2018年3月20日，世界上最后的一头名为苏丹的雄性北部白犀牛在肯尼亚去世，从此世界上的雄性北部白犀便彻底灭绝了。第3个，非洲森林象。非洲森林象也叫非洲圆耳象，它是现存的2种非洲象之一。森林象原产于西非和刚果盆地的热带雨林里，它是现存的所有大象中体型最小的一种。森林象的身高最高可达 2.5 米，平均体重也就在 3.5 吨左右。与其他的大象一样，它也是群体活动，一群通常为2到8头。这种大象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水汽充足的热带雨林里，在这里它们主要以一些树叶、果实以及树皮为食。它之所以被称为圆耳象，就是因为森林象的耳朵轮廓相对比较圆，它的象牙通常长得也比较直。另外，森林象的孕期是所有陆地哺乳动物中最长的，它的孕期长达23个月，每次只能产下1个幼崽。一只雌性森林象一辈子最多只能生下5个孩子，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带娃时间比较长，因为每生下1个幼崽，象妈妈就需要耗费5年的时间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在这5年时间里，它会一直守在自己的幼崽身边，几乎一刻也不会离去。等到幼崽能够学会基本的生存技能的时候，森林象才会考虑要不要下一个孩子，非常尽责。第2个，西兰象。虽然印度象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远超西兰象，但在生物分类学上，西兰象才是最具代表性的亚洲象。西兰象的身高可达 3.4 米，体重最重可达7吨。这种大象主要都分布在斯里兰卡的森林里。它除了体型稍微大一些之外，整体特征都与普通的亚洲象无异。这个大家伙成年后，一天就需要吃掉大约400多斤的食物。在野外，它主要以一些树叶、树皮以及果实和一些草本植物为食。一些细心的领导此时可能会发现，这个大家伙几乎没有象牙。其实在很久之前，雄性西兰象是有象牙的，只不过长有象牙的西兰象在很久之前遭到了大批量的捕杀，所以如今在野外很难找到长有象牙的西兰象。据估计，至今为止在全世界仅有 5% 的野生雄性西兰象长有象牙，大部分都没有。第1个，非洲草原象。毫无疑问，非洲草原象就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动物。
一头成年草原象的肩高接近4米，体重最重可达10吨以上。它从头到尾的长度最长可达 7.5 米。非洲象与亚洲象不同，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的非洲象，嘴巴里都长有长长的象牙，看上去非常威猛，并且它们的性情也比亚洲象凶猛得多，特别是成年后的雄性大象。非洲象虽然也喜欢群居，但是成群活动的多数都是母象，成年后的雄性非洲草原象通常都是独居的。这些个单打独斗的雄性草原象非常易怒，一旦受到刺激就会立即进入狂暴状态，此时它几乎会攻击周围的任何事物，非常凶猛。这个大家伙在非洲草原上所向披靡，除了人类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威胁到它们。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被人类驯化的大象，绝大多数都是亚洲象。亚洲象的体型虽然没有非洲象大，但是智商却要比非洲象高，驯化难度也相对较低。而非洲象生性暴躁，杀伤力极强，并且非常不容易被驯化，相当凶猛。所以各位领导外出去往有大象的地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辨它的种类，并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是温顺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罕见的动物是什么吗？你以为大熊猫就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了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单是动物的种类就超过了700多万种，其中有很多是我们从未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物种。至今为止，人类所能了解到的动物大约仅占100多万种。然而在这多达上百万种不同种类的动物中，有一些物种正在悄悄地走在灭绝的边缘。几千年来，由于人类的领地不断扩张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很多动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至今为止，有些动物的种群数量仅剩下不足10只，非常稀缺。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极度濒危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罕见的野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西班牙猞猁。西班牙猞猁也叫伊比利亚猞猁，这是一种生存在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的一种特有的野生猫科动物，它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猫科动物之一。这种猞猁的体型普遍要比普通的猞猁小，它的体长也就在90厘米左右，体重最重可达30斤。它们主要都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猞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皮肤颜色，它们的皮毛上有明显的类似于豹子的斑点，远看上去外观与豹子非常接近。它们主要都活动在一些有植被的山区或者短灌木丛林地带，通常都在夜间活动，白天一般都在树上睡觉，到了晚上才会出门觅食。这个家伙的视力和嗅觉相当发达，它们可以发现300米开外的猎物。在野外，这个家伙主要以一些小型哺乳动物、鸟类以及野兔为食，主要是野兔，有时候找不到野兔，它们也会选择猎杀小鹿以及羚羊等体型较大的动物。这种猞猁曾经遍布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但是到了20世纪，由于人类的过度捕猎、偷猎以及栖息地的碎片化，使得这种猞猁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早在2005年，这种猞猁的数量就已经不足100只。后经过研究发现，导致它们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栖息地丧失，最严重的还有猎物不足、食物缺乏，没有足够的野兔供它们捕杀。后来人们便开始对其实施了保护措施，截止到2021年，西班牙猞猁的数量从之前的不足100只，已经恢复到1000多只。好，第9个，戈壁熊。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生活在沙漠里的熊，这种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们生活在蒙古的西南部。从外观看上去，它与北美的灰熊很像，但是它可以适应戈壁滩的干旱环境，而北美灰熊却不能。由于其生存环境恶劣，再加上它们的繁殖率很低，通常每2年才会产下一只幼崽，而且生活在干旱的戈壁地区，恶劣的环境导致幼崽的成活率极低，因此导致这种熊的数量非常稀缺。要知道，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干旱的戈壁滩，夏天的最高温度高达46度，而冬天的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34度。在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中，很少有动物能够承受这样的极端且多变的恶劣环境。况且在这种环境下，食物还非常稀缺。戈壁熊作为一种体重重达200斤的大型动物，必须需要有足够的食物才能供它们生存。而在这里，这种熊只能依靠一些植物根茎、昆虫以及一些植被为食。到了冬天，食物会更加缺乏。种种原因导致它们无法将种群繁衍扩大。截止到2022年，全世界现存的戈壁熊的数量可能仅有51只，非常稀缺。好，第8个，大黑马羚。大黑马羚也被称为安哥拉大雕羚，这是一种类似于马的大型羚羊，它们原产于非洲的撒哈拉以南，仅分布于非洲的安哥拉。这种大黑马羚的体型很大，成年的大黑马羚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2米以上，肩高可达 1.4 米，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但是它们头顶上那双脚的长度最长就可以长到 1.6 米长，它们的外观看上去非常帅气。在安哥拉，这种大型羚羊是当地的国兽，
这个家伙大多数都生活在一些热带森林和草原地区，它们属于群居动物，与绝大多数的羚羊一样，在野外它们的食物多数都是以植物为主。再有就是导致大黑马羚数量下降的原因，并不是自然环境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当地爆发的30多年的大规模内战所导致的。多年的战乱导致大黑马羚的种群总数不多于400头，成为世界上极度濒危的物种。好，第7个，中南大羚。中南大羚也被称为亚洲的独角兽或者亚洲麒麟，名字非常霸气。能拥有这么霸气的称号，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家伙的头上长着2只长达半米的尖角，从侧面上看上去好像只有1只脚，因此才被称为亚洲的独角兽。这种动物其实是一种大型羚羊，它们原产于越南和老挝。这个家伙的走腿长度可达 1.5 米，肩高可达9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200斤。它们经常栖息在东南亚东部的一些相对潮湿的森林里，主要以一些树叶等植物为食。在它们的脸上长有一种特殊的腺体，这种腺体能够向外散发出刺激的气味，主要用来标记路线。在当地，一些偷猎者每次猎杀到这种中南大羚后，都会将它们脸部的腺体取下，用来入药，然后再将它们的肉以及脚卖掉，以获取利润。出于利益驱动，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猎人去大肆捕杀这种中南大羚，最终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由于该地这些猎人多数都是传统的猎人，沟通难度较大，因此想要对中南大羚进行保护也变得非常困难。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截止到2009年，这种中南大羚的野外数量可能仅有几十只，非常稀缺。好，第6个，枭鹦鹉。它是世界上人类已知唯一的一种不会飞的鹦鹉，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的翅膀对于它自身的大小来说比较短，而且它的胸骨上没有龙骨，缺少了鸟类控制飞行的肌肉部位。这个家伙分布于新西兰的南部，它的体长可达64厘米，体重最重可达8斤。由于不具备飞行能力，因此它们只能生活在一些没有捕食者的地区。位于新西兰西南部的一个名为白垩岛的地方，成为了枭鹦鹉最理想的栖息地。这里很少有大型的掠食性动物出没，而且岛上到处都是枭鹦鹉喜欢吃的植物。对于枭鹦鹉来说，这里就是养老圣地。果不其然，舒适的生存环境使得它们的寿命长达58年，甚至有可能高达100年。因此，它可能也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但即便是这样，这种鹦鹉也被列到极危物种中，现存数量截止到2018年仅剩100多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的大量猎杀。由于其不像其他的鸟类那样具备飞行的能力，因此捕捉起来相对容易。早些年，这种鹦鹉在当地被大量猎杀，主要以获取它们的肉以及羽毛。它们的羽毛被人类用来制作价格不菲的衣服。久而久之，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虽然早在1891年人类就开始对其进行保护，但至今为止，它们的数量仍然非常稀缺。好，第5个，红狼。这是一种原产于美国东南部的一种犬科动物，它们的体型不大，成年红狼的体长最长可达 1.2 米以上，体重可达70斤。它的皮毛颜色通常比土狼和灰狼的皮毛更红，主要颜色多数都为肉桂红色和黄褐色。这种狼在成为濒危物种之前，经常活动在美国东部的一些森林和沼泽地区。它们曾经遍布整个美国东南部。人们又在野外重新发现了14头野生的红狼，然后也对其进行了基因保护和圈养繁殖。通过动物保护部门的不断努力，到了1987年，人们又重新将繁殖的数百头红狼重新放回到大自然中。然而即便是这样，仍有一些猎人继续对其进行捕杀，最终导致它们的数量再次下降。截止到2021年，除了圈养的红狼，在人们向野外释放的红狼中，仅剩8头还活动在野外，非常稀缺。好，第4个，苏门答腊虎。它是现存所有的老虎亚种中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苏门答腊虎的体长也就在2米左右，平均体重也就在240斤左右。雌性苏门答腊虎的体长加上尾巴最长可达 2.3 米，平均体重也仅为180斤。这种老虎的皮毛颜色通常都较深，它们生存在苏门答腊群岛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环境包括森林与高山。在野外，它们主要以野猪、水鹿以及猴子为食。苏门答腊虎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凶猛程度无言置疑，它们相当可怕。但是在1987年到1997年，这种老虎在当地就杀死了多达100多个人和至少870头人类饲养的牲畜。后来当地为了减少老虎与人类的冲突，除了过度捕杀，再加上人类的入侵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导致苏门答腊虎的栖息地一直在不断的减少，并被切割成碎片化，最终导致野生的苏门答腊虎的数量急速下降。据估计，至今为止，野生的苏门答腊虎的数量仅剩下400多只。好，第3个，远东豹。远东豹也叫东北豹，这种豹子原产于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远东豹是北方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这种豹子的体长可达 1.4 米，体重接近100斤，
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寒温带的阔叶林地区。远东豹一般都是独居生活，通常都在夜间活动。这种豹子的体型虽然没有非洲花豹的体型大，但性情可能比花豹更凶猛。远东豹的犬齿大而锋利，猎食也非常发达，它们可以越过6米宽的渠沟，也可以跳上3米高的峭壁。在野外，像一些野猪、驯鹿，甚至体型较小的黑熊，都有可能成为远东豹的猎物。但即便是这么凶猛的一个物种，也扛不住人类栖息地的不断扩张。据估计，截止到2022年，野生远东豹的数量可能不足100只，非常稀缺。好，第二个，爪哇犀牛。你知道吗？在1922年以前，我们国家曾经也生活着野生犀牛，这种犀牛就是爪哇犀牛。爪哇犀牛是一种独角犀牛，它的体型没有印度犀牛大。爪哇犀牛的通体长度最长可达 3.5 米，肩高可达 1.6 米，体重最重可达 2.3 吨。这种犀牛曾经广泛分布于亚洲地区，在汉朝以前，它们曾经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南部以及中原地带，而如今它们仅分布于印度尼西亚。这种犀牛是一种独居动物，通常它们都喜欢活动在一些野草密布的低地雨林环境中，主要以树上的叶子以及一些嫩芽为食。在很久之前，这种犀牛曾经遭到人类大量的偷猎，由于大量捕杀，导致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后来在爪哇犀牛的栖息地内又迎来了一次越南战争，战争过后，之前生活在越南境内的爪哇犀牛也几乎灭绝。截止到2019年，在全世界估计仅剩下72头爪哇犀牛，而且大多数仅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乌荣库隆国家公园，非常稀缺。好，第一个，小头鼠海豚。小头鼠海豚也叫加湾鼠海豚，它是所有现存鲸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成年小头鼠海豚的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最重也就在100多斤。它们多数都分布于加利福尼亚湾上游的一小部分，生活在水深不到100米的浅水区，或者底部有淤泥的浑浊的水域。之所以活动在这种水域里，主要是因为这种水域的食物供应充足，并且潮汐混合强烈，水中的营养度也相对较高。在水中，它们主要以各种底栖鱼类、甲壳类动物和鱿鱼为食。导致这种小海豚的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就是捕鱼业。由于这种海豚的活动范围通常都距离海岸较近，这种小头鼠海豚的繁殖周期很长，并且一次只能产崽1只，数量本来就不多，稍微影响就会对其种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据估计，截止到2022年，活着的小头鼠海豚的数量已经不到10只，非常稀缺。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